原来这就是徐少帅说的帮我找的前途啊！听起来有几分道理。你若同意约法三章，交出兵权财权，并解散谭家军，这样，我父帅不仅发通电承认，而且会以徐家门生的名义，向陆军总部举荐。等委任状一到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司令了。良禽择木而栖，此时入我督军府门下，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？良禽择木而栖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我很认同。那我怎么才能确定，在你父亲眼里，我是那只良禽呢，还是肥鹅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徐少帅，我是怕呀。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了这上海，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这兵权和财权全部交上去，那我这督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，我才能做几天？你信不过我父帅？徐少帅，这话不对啊！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，不也是信不过我吗？你这样以下犯上，我父帅肯承认，还保举你出任上海司令，已经是宽宏大量。你想坐稳这个位子，交权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么说，我没得选了。你只是过来通知我的，并不是跟我商量的，对吗？这事没得商。你若交权，我们让你当这个司令；你若不交，这个司令能当几天，就全看你个人造化。等革命军退了，我督军府大军回师，到时候要你交的，就不是权，而是命。看来我真没得选了。谭少帅，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？你我各退一步，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体面的方法。你也不想，上海这十里洋场变战场吧？徐少帅，我这个人呢，不贪财，不弄权，这兵权、财权全部都交上去，我都没有问题。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10年了，不给他们找条活路，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。这个简单，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，只要他们愿意脱军装、缴枪、卸甲归田，我保证，督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。好，我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，那你又怎么保证你的父亲不会出尔反尔对我下手呢？那我要怎么，你才能信呢？这样，你的父亲在举荐我的同时，也举荐你，出任上海防守司令部的督办，常驻上海，配合我处理上海的防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谭少帅，你是要我当你的人质吗？哎呀，许少帅，我拿你当兄弟。再说了，这上海鱼龙混杂，门道这么多，在咱们司令部，我不得找一个体面的人充充门面，不是吗？我若答应，你便与我约法三章。自然一一照办。好，这个督办我当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，他又加了个条件，
让光耀留在上海做他的督办。哦，并且要求我和裴督军联合通电。裴督军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那就得看穆公的诚意了。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。你们都谈了什么？这个你不必管。总之，事情解决了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还冒险去谈判。谁说你是小人物了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不然的话，姓谭的又不是傻子，他怎么能同意你代替我来做人质呢？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本来和你跳开场舞的应该是婉婷。我坦白和你说吧，我本无意与婉婷联姻，但时局动荡，长辈们有意，我也不好违背意思。本以为已经板上钉钉的事，却不想你的出现打破了局面。也许这就是天意。我和副帅打过电话了，等通电出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约法三章就像三道紧箍咒，财权兵权上交，你谭家军解散，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。这徐伯钧要是秋后算账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呀。哎，老吴，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先哄着徐光耀，让他老爹发了通电。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。咱们现在没权没钱，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？哎，这通电怎么还不来呀？哪有那么着急呀？现在来不来通电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关键要看穆老板肯为他这个女儿出多大价钱了。穆公，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好歹也退让一步吧。毕竟你的姑娘现在还在虎穴狼窝之中，你就不心疼吗？督军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变故啊？不会，我和副帅说得很清楚，现在也许正在拟电文呢。你不要怕，他不放你走，我也绝不离开。只是没有想到10年没有回来，上海竟然乱成这个样子。都是我们军人的错。你可千万别自责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都是穿军装的，有什么不一样？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军人的枪不是用来杀人的，而是用来救人的。战场上的流血牺牲，正是为了以战止战，打出一个和平来，给百姓好日子过。没想到这些话你都还记得。小时候不明白，没想到长大以后已经在日本了。怎么小时候我明白，长大却不懂了？不说这个了，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？这些年我想给你写信，但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寄。你不会是还惦记着我摔烂你的飞机模型吧？我现在可没有钱赔你。那才不是你摔烂的，是你哥，他当时不想。对不起，文清，不该提这个。没事啊，我哥那么爱热闹，多一个人记得他，他会很开心的。
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我在门口守着，有事你随时叫我。我哥要是还活着，也和你一样年纪了。少帅，少帅，是不是通电来了？哦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各省督军啊接到了徐伯钧和裴勋的联合通电，任命你为上海城防司令。这些贺电啊都是早上收到的。哦，对了，陆军总部的委任状。看来穆老板是下了血本了。这门生二字有点碍眼呢。没事，睡迷糊了。还好吗？二位睡得如何呀？看谭少帅精神焕发的样子，想必是得到满意的结果了吧？当然满意。我一个山沟子里出来的马匪，莫名其妙的成了世家门生，我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呀？谭少帅，哦不，现在应该称谭司令了。到底有些意难平啊。要说不满意的吧，还是有的。这令尊啊，实在太磨叽了，今天早上才发通电，我这一晚上都没有怎么睡好啊，哪儿比得上少帅您呢？这温香软玉，一夜春宵啊！你胡说什么？谭司令，你我以后还要在司令部共事，彼此还是放尊重一点吧。尊重，当然尊重。但是，这好吃好喝，还有美人入怀，我羡慕得不得了。我昨日在门口休息，并未和婉清共处一室，不信，也可以向你的士兵求证。哦，徐少帅。人在门口，心里痒痒吧？谭玄龄，好好好，我不说了。徐少帅啊，开不起玩笑。那咱们走吧，我亲自送你们出去，给足你们面子。笑话，要你给我们什么面子？哎，面子嘛，谁会嫌多呀？徐督军，感谢徐督军对我的信任与支持，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，履行保境安民的职责，守护上海一方平安。穆公，让您破费了，谭某感激不尽。只要我在上海一天，您就可以高枕无忧。谢谢。记住啊，我们的约法3章，我等着看你的行动。好。吴湘英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督军，我是您的门生，吴副司令自当忠心追随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今天要跟穆公道个歉。
我实在不知道婉清小姐是您的爱女，所以多有得罪。等婉清小姐和徐少帅大婚之时，谭某必定大礼奉上。好了，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团圆难得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不过徐少帅，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让你捷足先登了，好福气。哎，什么叫捷足先登？司令，你的箱子。婉清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婉婷小姐，不要太过分了。是谁太过分了？明明和你定亲的人应该是我。婉清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和我抢光耀哥哥？副帅，我们就先进去了。走，请。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！哎，老吴，你刚才看见没有？我说穆婉清和徐光耀婚事的时候，穆家那位小姐脸都气绿了。这穆婉婷啊，和徐光耀青梅竹马，之前传闻他们已经定了亲，现在半路杀出个穆婉清来，他脸色能好看得了？对呀，你不觉得这是一出好戏吗？二女争夫，哼，真是天助我也呀！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听不明白就对了。哎，司令，刚才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？老吴，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，那到时候怎么让婉清小姐再登门造访呢？谭四，先送老吴回司令部，咱们两个出城去看看兄弟们。先让穆婉清那丫头好好享受享受团圆之喜。号外！徐国军通电全国，举荐门生谭玄林担任上海防守司令长官。25岁谭玄林成最年轻上海王。婉清哥，我要谢谢你啊！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会答应你。谢谢伯父，昨晚的事情啊，您不必挂怀。我站出来也不光是为了光耀哥，更多的是为了拿回母亲的骨灰。而且我要是知道昨天那么危险，我就不敢站出来了。哈哈，婉清真是个诚实的孩子呀。恭喜少帅出任上海司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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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少帅出任上海司令2个时辰，拿下了上海，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谭家军。谭家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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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家军。徐伯钧的兵在上海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就不禁打。这上海滩啊，迟早是我们谭家军的，到时候也轮到你们养尊处优了，可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。放心吧，司令，我们都是过苦日子的人。再说了，流浪过10年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安定的住所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哎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跟着我，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那是，您15岁就带着我们南征北战讨生活，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们绝对不会丢脸。怎么样，兄弟们都安置妥当了吗？报告司令，所有的将士训练生活都安排得非常好，放心吧。就是老傅，有什么话直说。你看，这难民们缺衣少穿的，我看着怪可怜的，就让伙房的兄弟们
给他们搭了个粥棚，每天给他们喝粥。我知道了，做得很好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婉清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真把自己当姓穆的是吧？在舞会上你抢尽我风头，还说自己是光耀哥哥的未婚妻，你真不要脸啊你！我视光耀哥为长兄，因为事情突然，我才说我是他的未婚妻。这次算我唐突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但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必双倍奉还。我现在要祭拜我的母亲，请你出去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你让我出去？我妈是看你可怜，才给你一个房间住。你真把自己当穆家大小姐啊？我要是当不了穆家的大小姐，你一个丫鬟的私生女就可以吗？你，姐妹两个这是做什么呀？拉拉扯扯的。婉婷妹妹说想要祭拜一下母亲，我说不必多礼，就拉扯了一下。婉婷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。作为后辈，祭拜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是呀，父亲说的是，婉婷妹妹，那就请吧。婉婷，是啊，老爷，婉婷是应该拜，不光婉婷要拜，于情于理，我也要拜一下萧夫人的。对嘛，一家人在一起就应该和和气气的。是啊，老爷，从今以后，我对婉清要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婉婷啊，以后要跟姐姐好好相处，好好疼姐姐。婉清啊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听到了吧？我和妈妈以后会好好疼你的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我今晚就去找爸爸，让他把你的陪嫁都给我。我一定听您的话，不和小人争斗，好生过日子。只是办丧礼、选墓地都还要一点时间，您就委屈在这儿再多待几天。我一定会找到哥哥的平安口，让他陪您下葬，让您早点和哥哥在那边团聚。司令，有屁快放！
现在财权上交了，花钱又有督军府管着，那弟兄们的军饷怎么办呀？谭四啊，谭四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我什么时候拖欠过大家的军饷啊？现在不只是弟兄们的军饷，咱们租的这个小院只付了定金，月底就要结清的。这月底有钱结吗？哪儿有钱呀？不过，你现在已经贵为上海的司令了，人家巴结你都来不及呢。要不这样，你就说你征用了这个地方，他们一句话也不敢说。小兔子！我说了，我当上海司令是让你作威作福的吗？那不是，穷嘛。说，多少钱直接说。那加在一起，怎么着也得4、5万大洋。婉清，哎呀，婉清，10年没见，长成大闺女了。是女儿不孝，没有陪在爸爸身边，让您担心了。婉清，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提它了。你这次回来，连峰一直担心对你照顾不周。婉婷呢，从小性格骄横，却有口无心。一家人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，别往心里去。是，我会和他们好好相处的。这就对了。我们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，家和万事兴嘛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有什么事情就和连峰说。团圆？难道你真的把母亲和哥哥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我这次回邺城会把跟吴相应关系密切的10级以上的军官全部备案，我要摸清楚吴相应这次反水，他们是否牵扯其中。父亲，我以为不可。不光不能对他们备案，您最好还应该给吴相应发一份官函，日期改写成提前几天，内容是命令吴相应协助谭玄龄办理上海防务。只有将谭玄龄出任上海司令，弄成您的意思，才能勉强维护咱们督军府的颜面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革命军势如破竹，此时调查吴相应反水之事，难免会让军中人心惶惶。若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难保不会出现第2个吴相应。你小子啊，考虑问题越发周全了。不过，接下来你想怎么办？既然谭玄龄答应了咱们的约法3章，那我自然是盯着他执行下去。约法3章当然要盯着他执行，除此之外啊，还要盯他的错处，要抓住他一些把柄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这么把上海给了那个马匪崽子，我这心里始终是窝着火的。且看他们能蹦跶几天吧。是。虽说这次和穆家的联姻暂时搁置，但是呢，婉清回来了，你们俩也是从小长大的情分。现在南北2家都在拉拢穆家，你留在上海，多与穆家走动走动，帮我探探底。尤其是穆家的经营情况，现在暂时吃紧，仰仗穆家的地方还多着呢。是，儿子明白。我知道你向来办事稳妥，但是上海不比邺城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汇报。儿子，切记，万事小心。是，父亲。
喂，谭司令，我的日记本你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？这么巧，你怎么知道我会还给你啊？你故意不拿走你的箱子，不就是等着我来找你吗？很好，我很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那你现在送过来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如果你现在不送过来的话，没准你的日记本就会出现在某个小报记者手上。沪上第一大亨的隐秘家史，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兴趣吧。你还真是无赖。你最好现在送过来，过期不好。行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婉清啊，崔姨，我想用一下车去一下上海防守司令部。哦，婉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谭司令找我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就只能来家里。那我就顺便澄清一下，谁才是光耀哥的未婚妻。哎呀，你们这两姊妹呀，一见面就吵啊！去吧，跟孟芳说，就说我同意了，让他给你派车。谢谢崔姨。侬不要客气啊。那我走了。妈，侬的话头永远比脑子快。你，切，哎。朋友，我俩都留下来陪你，够意思吧？少君是真心想留下来陪我，至于你嘛，肯定又是看上哪家姑娘了。主要是为了陪你，然后顺便看看姑娘。他看上那个女明星顾月霜了。你怎么光说我呀？那女学生都追上门来了。我还怀疑你老裴留在上海另有目的呢。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光耀又不用我天天陪，我出去和姑娘们耍耍，也无伤大雅嘛。净干些无聊的事。那你说什么不无聊？和你这闷葫芦，大眼瞪小眼吗？哎，你一天不数落我，是不是会死啊？会不会死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啊，从读书的时候就天天吵，吵来吵去还不是腻在一起？要我说，你还是少费点力气吧。哎，对了，关耀，刚才徐伯父叫你过去半天，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正事你不懂。又小瞧人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懒得费尽心思跟你们动脑子。要是我的脑子动起来，你俩都不是我的对手。那，你说说看。徐伯父是想让你抓杏坛那小子的把柄吧？我说啊，你还是把心思放在女生身上吧，这种事你就少掺和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呀，就是被杏坛那小子给扣下了。为了顾全大局，是身不由己。要是谁问我，我都这么说。哎，等等我！报告，司令，穆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。你的箱子。检查一下。不着急，我慢慢来。坐。我觉得还是当面点清比较好。好。
真是可惜啊，一个东西都没少。那我以后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。没有必要再见面了，我们今天两清。穆小姐，话别说的那么满，我想你一定会想再遇见我的。我不是来和你聊天的，我的东西呢？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哎，我记得里面有一段写的特别好，情真意切。哎，好，我不说了。但是我觉得你爸爸可真不是个东西，这儿子刚死，就带着老婆的丫鬟，还有他的私生女登堂入室，真的不像个父亲。我家的事用着你管？哎，我把赌注下在你身上。你是想和我做交易？聪明，没错，我就是想与你做个交易，只要你从穆家帮我弄出军饷来，日记本我就还给你。你未免太高看我了，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虫，帮不了你。好，那你最好尽快做决定，不然那些个小报的记者已经要花大价钱买你的日记本了，我怕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。你还给我！不给！怎么了？怕了？你别过来！看到这些伤疤，给我留下这些伤疤的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死了。你要不要试试？脸红了，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无赖！我一向认为啊，这是我的众多优点之一。说吧，你要多少军饷？5万大洋。不过才5万大洋啊！我还以为多少钱呢？是不是我给了你钱，你就可以把日记本还给我？听穆小姐的意思，财大气粗啊！厉害，不愧是上海第一大亨的女儿。区区5万大洋都用不着穆家出钱，我妈妈的陪嫁就付得起。等我筹到了钱，我再联系你，到时候我们钱货两清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原来我老婆这么有钱啊！我现在都有点舍不得让你走。少油嘴滑舌，你最好信守承诺。我对女人只耍流氓，从不赖账。等我电话。有点意思。